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一探究竟。今天呢，我们将带大家一起静态品鉴一下2024款的蔚来 ES6。为什么今天要看它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截至现在3月14日，蔚来呢将在今天下午发布它全新的 Bus 政策。那么我把它打在下方，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。那么全新的 Bus 服务政策呢，叠加它的2024款新的蔚来 ES6，两者会不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化学反应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看一看。那么首先静态产品力方面，2024款相比于现款车型呢，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变化。我把它的尺寸打在下方，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。它是一台车长超过4.8米，轴距超过2.9米的车型。那么定位呢是中型纯电 SUV。其实这里也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，它的尺寸呢，其实相比小鹏 G9 这类的车型只小了一丢丢，但是它的定位却是中型 SUV， 而后者呢定位是中大型。其实从这一点，我个人就能感受到两者取向的不同。就是蔚来，包括像李斌斌哥这个人，他们平时做事，我们线下接触下来的感受就是相对更加的务实，比较儒雅一点，他不会去追求一些好高骛远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4.8米多的车该是中型 SUV 就是中型 SUV。然后整体设计方面，我个人也一直持这种观点呢，就是特别是这种新势力品牌，他们出来的新车整个造型和设计最终取决于他们创始人的审美。那么在魏小李这3家中呢，个人觉得蔚来毫无疑问是最出色或者最得体的一家。相比于理想的那种千篇一律和小鹏的那种光怪陆离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蔚来一些。当然蔚来整体设计给大家点几个亮点呢。首先 2.0 的前脸，然后它的同质化相对也是比较重一点，但是呢辨识度会很高。然后整体车身呢，它的流线型会非常的完备，像它的 B 柱 C 柱全部做成了这种 Flash Window 纯平的设计。这一点的话，其实在工业成本上，设计方面至少是几千万以上的成本。当然像隐藏式门把手，包括整个贯穿式尾灯等等这些细节，我们就不用过多赘述了。唯一可能有一个容易被大家黑的点，就是它这个瞭望式的3个就是有摄像头加激光雷达组成的这个瞭望塔。但是呢，即便是现在网上大家最不能黑的遥遥领先的车型，不是也照搬的这个设计吗？所以说呢，它只是比别人走得更早一点而已。当然我们刚刚在外面讲的这些静态产品力，其实它在改款之前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那么它真正最大的变化呢，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地方，它的车机芯片由以前的8155换成了8295。8295呢，相对于8195，它的提升，根据官方的说法它的 CPU 算力会提升2倍 ，GPU 呢3倍 ，AI 算力提升8倍。但是呢，我们因为静态体验嘛，我们可能无法体验后面两者，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体验它的流畅度。但其实说实话，因为这台车在上市之初我们就已经体验过了，包括它8155的版本我们也体验过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就车机流畅度而言，815就已经足够流畅了。那么8295在车机流畅度方面呢，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，都做得很好。然后整体车内的做工用料细节呢，也是保持了，我觉得不能说是高水准吧，应该是同级最顶尖的那一档。然后呢，基本的情况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。那么首先前排调成我1.85米90公斤的标准坐姿。然后我们去后排带大家看一看它2915毫米轴距带来的空间表现。好，刚刚前排是保持我的坐姿，后排呢大概是接近2拳的腿部空间。但是比较好的是呢，当然纯电车型纯平地台咱们这个就不提了，如果做不到的大家就不要考虑那种车，大概率是有改电。然后它的座椅坐垫长度高度都是相对比较合适的，并且呢头部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差不多是1掌以下。所以说呢，这么好的空间优化呢，它是可以给到我们电动遮阳帘的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车虽然它定位是中型 SUV， 实际上它的尺寸已经接近了很多的中大型的那种尾巴了。而且这种尺寸的车，如果你做成5座的话，空间绝对不是你应该担心的部分。而且就是因为5座不用考虑第3排，它的整个后排座椅坐垫，包括整个椅垫的填充物的厚度等等，都是可以给你拉的比较满的，就可以给你车内的4个或者5个人带来一个更舒服的享受。当然这台车呢还标配了23扬声器组成的 7.1.4 声道的一个沉浸式的音响环绕系统，所以整个它的影音体验也是不错的。
而且我们知道未来的全系车型呢，目前都可以加装那种 AR 感知系统。加上 AR 感知系统，你戴上 AR 眼镜之后呢，其实就不用在乎前面那个屏幕大小了，因为整个车内都会变成你的移动影院。我的天哪！当然，这台车的行驶机构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，因为我们上次在北京的880去试驾过。然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参数啊，它是全系标配的前后双电机360千瓦，700牛米，然后它的零百加速呢4.5秒。但是大家注意，这个4.5秒有说法，因为官方是按半载的情况给它测试的零百加速。我们当时实测的时候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我加摄影师加教练3个人的情况下是低于4.5秒。所以在这一点的话，它是对标豪华品牌反向虚标。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。底盘呢，其实是 AT 2.0 时代的未来所有的车型提升最大的地方，但可能不容易看到。首先呢，它前后都是5连杆，然后配了 CDC 可变阻尼悬架，还有一个叫做 ISS 舒适刹车的系统。这个系统的话，我们之前有拍过视频，大家可以去回翻一下。它可以做到在我们时速低于大概是15公里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一脚刹车踩到底，然后车辆就会自动帮我们刹成那种不需要点头的情况。舒适性确实很高，而且说实话，其实在 NET 1.0 平台的时候，整个未来全系车型它的整个操控做的是不够好的。但是呢，升到 2.0 平台之后呢，它的整体操控取向，尤其是6字头以下的车，然后我们知道ES6、EC6 包括 ET5这类的车型，它们的平台跟 ES8 它们是有一些区别的。那个更高级的平台它会更柔软一些，更偏向舒适度一些，而这个平台呢就会更偏向操控一些。而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。NET 2.0 平台下的所有6字头以下的车型呢，在即使是标准模式下，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到那种非常充足的支撑力以及非常棒的操控感。个人觉得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老的欧洲车的味道，尤其是在底盘方面。最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的终端优惠情况。其实我们知道蔚来是没有优惠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终端有一些变相的优惠，比方说它有包括5000块钱选装基金在内的15000价值15000的限时购车权益，同时还有一个6000元的手机抵扣券，也就是说叠加的话，现在差不多变相的综合优惠超过了2万元，而结合现在这台车的售价33.8元。33.8万元，如果结合 Bus 服务的话，26.8万元就是它的入门价格。那么再叠加这2万1的综合优惠的话，目前它的入门价格呢，已经可以来到25万元以内了。所以以这个价格买到一台很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换电、服务和用车体验最好的纯电动车型，或许确实有点香，对不对？